很多人觉得在邮轮正餐餐厅用餐，礼节规则繁琐，在对于西餐用餐流程又不太了解，也懒得与陌生人打交道的情况下，而选择了大部分时间在自助餐厅享用丰盛的美食。今天又要告诉你，自助餐厅可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的随心所欲，有很多要命的细节。如果你或者是你身边的人不注意这些细节的话，可能会毁掉你整个旅行。快来看看有哪一些是你需要特别注意的禁忌。继续关注友的频道，谢谢你。嗨，友来了。在刚刚过去的2个月，邮轮界已经接二连三的发生了因为在邮轮上饮食不当而造成的乘客大规模中毒的事件。Developing right now, norovirus cases are spiking for the first time in about 10 years. Yeah, the CDC says there have been 13 outbreaks on ships already this year. 中招之后，您可不单单会非常的狼狈，在邮轮上还会被强迫隔离。He just had to stay in the cabin for 48 hours, and they brought food to him. 如果感染人数众多，靠岸的国家有权禁止或者限制游客的登陆。邮轮上的自助餐厅，不正是我们大部分邮轮乘客最常光顾的用餐地点吗？已有今天为你总结了以下看似理所应当，但是往往不被重视的那一些细节。如果你觉得内容对你接下来的旅行有一点点的帮助，或者是提醒的话，请不要吝啬，给已有的视频点一个赞吧，同时转发给同样爱好旅行的朋友和家人们，因为他们是你最在乎的人。在今天的内容开始之前，已有想花不到1分钟的时间介绍一下已有的私人邮轮旅行顾问的服务。如果对于行程和邮轮的选择、价格了、季节了、风险呢，还有哪一些特殊的注意事项，还是一头雾水的话，不妨考虑一下与已有预约一次1对1的咨询时间。我将根据您的需求和您家人的情况，提供个性化的邮轮旅行建议，让你的旅程更加顺利和愉快之余，不花冤枉钱，不浪费冤枉时间。已有没有任何的邮轮船票销售压力，所以曾经看破不说破的那些重要信息都将倾囊相授。写 email 给我就是那么的简单，聘请已有成为你的私人邮轮旅行顾问，你的旅行路上不迷路。如果您在邮轮旅行的过程中感觉到不舒服，哪怕只是普通的小感冒，请不要前往自助餐厅用餐了。邮轮上的病菌传播可是比你想象中要快得多，毕竟邮轮是一个全封闭的环境。对你来说也许只是一场很小的小感冒，但是对于身体虚弱的人来说，可能是一场灾难的开始。使用指定的工具和容器来取餐。自助餐厅提供了各种指定的取餐工具，可千万不要使用你已经在用的那些叉子或者勺子来自己取餐了。当然，如果上手那就更不应该了，这不仅仅是卫生的问题，也是对其他乘客的尊重问题。不要边拿边吃。我非常的理解上岸玩了一整天之后你到底有多饿，请稍微忍耐一下下。自助餐厅可不是边走边吃的地方，请把食物拿好，再找一个位置坐下来慢慢享用。除了给他人留下一个好印象之外，还减少了边走边吃过程中与细菌接触的机会。少量多次的取餐，别一次性拿太多的食物了，少量多次才是王道。哪怕很多的食物看上去很美味，它真的不一定合你的口味。每次取餐只拿一点点尝试一下，你喜欢可以再去拿，这样不仅能够避免浪费，还能让你有机会品尝到更多不同种类的美食。充分清洁你的双手哦，在你进入邮轮上任何的用餐区域之前，都有很多的工作人员半强迫式的往你的手上挤消毒液。很多细心的邮轮乘客，你可能已经留意到了，现在很多新款的邮轮在你进入自助餐取餐区域之前设置了洗手专区。If food is contaminated with fecal matter, the virus spreads. So hand washing often for at least 20 seconds is your best protection. 用洗手液充分的洗手超过20秒钟。我们都已经经历过疫情，这是防止病菌传播最基本
也是最重要的步骤，请不要口对口的去接饮用水。看EO视频的观众，哪怕你是第一次上邮轮，都已经知道了邮轮上是免费提供饮用水的。大家都和我一样，旅行时都会带上自己装水的容器。EO也在之前的邮轮旅行禁忌篇中反复强调，不要把自己带的容器口对口的对着邮轮供水机直接接水，应该用邮轮上提供的已经消毒好的杯子，接了水之后再倒入自己的容器中。谁都不想和陌生人交换口水吧，更不想交换病毒。把自助餐厅的食物带上岸。靠岸日，不少人会选择将自助餐厅的部分早餐食物打包带上岸，省了在岸上觅食的费用之外呢，更可以避免在岸上乱吃东西而无端的接触到细菌。这实在是一个非常棒的主意。EO今天要补充2点，只要你记住并且遵守这2个重要的提醒，就不会发生影响你旅行质量的意外。第一点，很多国家是严令禁止从外国私自带入境的食物。一经发现，除了没收之外，你可能还需要承担高昂的罚款。所以在您旅行之前，请做好功课，查一查您将靠岸的那一些国家城市有没有类似的规定。第2点，在天气相对炎热的地区，你打包的三明治啊、热狗啊、汉堡啊，或者是水果，可能会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腐败变质。我们之前提过，在邮轮上上吐下泻可不是开玩笑的哦，分分钟你会被怀疑感染上了恶性的传染病毒，而被强制隔离起来。本来愉快的旅行很有可能到此终止了。不要以为注意卫生、不传播细菌，或者是不被病毒感染到，这个就是邮轮自助餐厅禁忌的全部。很多时候，你无心的举动会给自己和别人造成极大的不便和烦恼，请一定要看完接下来的内容哦。不要随便的去霸占座位。我知道很多人为自己的亲戚朋友预先霸占好自助餐厅的座位是情有可原的。特别是上岸日的早餐时间，预定好的上岸团集合时间可是不等人的哦。争分夺秒的把肚子填饱，实在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如何为亲戚朋友霸占住的座位被合理的利用上，而免得遭到旁边人的白眼呢？首先，提前1晚与你的朋友约好一起早餐的时间，并且在离开房间前往自助餐厅之前，互相通个电话，确认对方马上都会到达。如果发现你的朋友还是想睡个小懒觉，你可以考虑为他带一点食物送去他的房间享用。在自助餐厅繁忙的时间段，当您用餐完毕，可以小小的向工作人员示意您已经完成了就餐，请尽快过来收拾翻台吧，迎接下一位用餐者的落座。我相信您的这个小小的举动一定会迎来旁边人赞许的目光。像我们这样腿脚利落的年轻人，可尽量要把靠近取餐区域的座位空出来，让给行动不便的老人家，方便他们入座。你可以说你又在讲些没有用的大道理了，谁来管这些呀？但是亲爱的，我们都是会老的。自私一点说，我希望我真正老的那一天，年轻人都已经学会了这一些道理。EO可不止一次的亲眼目睹行动不便的老人家在端着餐盘寻找座位的时候不慎跌倒。看到这里，你是不是特别有冲动把这个视频转发给和你一样正在计划旅行的朋友呢？不客气，随便转。大部分的邮轮自助餐厅都设计在泳池或者是水上乐园的隔壁。刚从泳池里面出来的你，肯定想去自助餐厅补充一下热量。请记住，先把自己弄干了再前往餐厅哦。湿漉漉的一路大踏步的走进餐厅，容易让地面湿滑，别说老人和小孩了，任何人都有可能滑倒。当然了，最后背锅的还是邮轮公司，但是老天爷肯定会知道罪魁祸首到底是谁。所有把这一集看到这里的观众，我相信您一定可以在下一次的邮轮旅行中发现不少
别人做的让你不太爽的行为，是当面的去指责他吗？又觉得大可不必，因为在你比较气愤的时候，是很难用一个比较理性的方式向别人提出建议的，哪怕对方只是给了你一个白眼，都可能会让你不高兴一整天。但是为了公共秩序，为了正义，你可能会和我一样，一定要做些什么。这个时候，您可以找到餐厅的工作人员，告诉他刚刚你看到了什么，和谁有关，让他们来处理，你就安心的享受你的美食吧。好了，希望大家在邮轮旅行中享受自助餐厅美食的同时，不要让那些意想不到的意外毁了你整个旅行。如果大家觉得这一集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的话，请你给EO点一个赞哦，并且订阅分享给有用的朋友。好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